大家好，我係客家新聞台主播，唔得閒嘅朋友廖麗麗，我好得閒，所以開一集節目，你懂什麼？同你分享做父母育兒的那些事。好了，我真的講不下去了，馬上請出正牌的客家新聞台主播吳美琪，唔得閒。大家好，我係客家新聞台主播唔得閒，今日我好得閒，因為有廖麗麗主播同我一齊播報東西，最重要就同大家分享做老爸老媽子最重要的東西，了解你嘅細路哥。所以看那一餐就直接可以cut掉了，那個字幕絕對放棄，到底在講什麼？每期我想說呢，這一期為什麼會找到來了？我就想說，我的孩子哦，常會講什麼我要做 YouTuber 啦，我要做 gamer 啦，然後我就會想去要做這些行業的話，OK 的嘛，長到吃的嘛，有出路的嘛，需要怎樣的 skills？這些是我沒有答案的，所以我就想到說，最接近我的朋友是你了。雖然你不是 Z 世代，對，我不是，但是至少你應該肯定會比我更了解 Z 世代。就是在 Jack 世代裡面的老人家了。然後你不把你自己看作網紅，但是你卻有一大票的 follower，所以我就今天想向你取經一下，你會怎麼樣標籤你自己？首先我不會說自己是網紅，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剛出道的時候，我並不是以網紅的身份出來，我就是以傳統藝人，就是 radio announcer 跟演員出來，所以做網紅或內容創作這件事情呢，是後來才轉的。如果說我們經歷，其實我們以前是前同事嘛，我又在電視台工作，所以我是一步一腳印從幕後開始做 radio announcer，做演員，然後再經過一些契機，慢慢轉到去做 content creator。所以你真的要標籤我，我會更希望大家叫我藝人啊，不知道為什麼，我不是對這個東西有執着，但是我會這樣覺得啊，就是你做藝人或演員，它是一個專業嘛，所以為了你的專業，你應該會對很多東西上會有堅持跟追求的。那你這樣子講，會不會得罪很多的網紅？不會，因為網紅賺的比藝人多。對，這個是綜藝，我知道網可以賺得很多很多。For Malaysia，因為馬來西亞的那個影視圈，相對的餅乾沒有這麼大，然後可以說是因為網絡的盛行，所以有更多的網紅啊，內容創作者啊，網美啊，YouTuber 啊，Instagramer 啊，跟 TikToker 都會出來。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其實網紅裡面還涵蓋很多。剛才你講的這些名字基本上我都懂，但是其實實質上他們工作、他們操作上會有什麼樣的差別，我可能就不太了解。應該是講說一開始呢，我蠻排斥別人叫我網紅的，因為網紅在馬來西亞是一個貶義啦。就是很早期的時候，因為這一群那一群早期的網紅都比較常做一些 prank 的 content，都大家會覺得說，馬來西亞網紅只會做那種惡作劇內容，什麼素質的，對，然後就不會做什麼知識性的內容啊，只會就是吃喝玩樂等等之類啊，然後做沒有傷天害理的事情啦，就是比如說 prank 啊，對他們來說不還好，所以剛開始對網紅這件事情沒有什麼好感，可是到後期我就覺得說算了，人家怎麼叫你就算了，就是人家會叫你做網紅，就代表說你在網絡上有一定的影響力，可能他不知道怎麼樣稱呼你，就好像你不明白這樣。那如果我可以告訴各位父母們，其實當你孩子說我要做網紅的時候，也可以更細的去問他們，你要做 YouTuber， 你要做 Instagramer， 你要做小紅書博主，你要做 TikToker， 都是不一樣的，但是每這個平台的玩法不同，就是他跟你講了一個平台過後，你還要得問他說，你要做在這個平台上，你要分享怎樣的內容啊？對，因為可以說現在如果是比較小朋友Gen Z啦，他們比較多投入在的平台肯定是 TikTok， 但是 TikTok 又是一個怎麼樣性質？它的時間很短，然後內容上呢？TikTok 呢，我自己覺得對我來說是使用上很辛苦的一個 apps， 因為我是 Facebook 的時代，所以我們看的東西跟 TikTok 不一樣，是因為 TikTok 的注意力很短，所以它每個影片可能就是1分鐘算很長了。它可能15到30，所以你就一直刷的時候，你就會看到各式各樣東西，有人跳舞，有人唱歌，有人分享，什麼都有。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什麼都有的一個 apps， 但是裡面主要還是比較所謂的 follow trend 趨勢，就是比如說現在可能很流行跳樓機這首歌啊，你一滑一個跳樓機，全部就是跳樓機。或者你可能很流行什麼主題，全部都是那個主題，或者最近很流行跳一些舞蹈 TikTok 舞蹈，然後就全部都是 TikTok 的舞蹈。所以可能有些小朋友就會覺得哇很有趣啊，我就學他跳，
但是在这些平台上，如果你要发光发热的话，我相信，也不是说一时兴起5分钟热度，你突然想要分享这个就可以一炮而红。这个非常难。所以它是讲到底 what it takes to become a successful of TikToker 啦、Instagrammer 啦。如果我们先不要说分细节啊，分析，当然在网络上很现实的东西，什么？就是你的 followers，你的 followers 决定了你是不是在网络上有一定流量的人啦。对对对，这个一定是先决条件，所以大家会是看数字咯。如果今天我看一个 followers，他有1个 million，你会觉得他成功吗？当然啦，我不用看他内容，我就知道他肯定有很多人喜欢他，才会有这样多的 follower。但是可能有些人他的 followers 有100，就是1000，你会觉得他算是网红吗？其实哦，网红到底多少 followers 才叫红？这件事情每个人有自己的定义。像之前的那两姐妹 Adeline 跟 Alice，你可以说他们是网红吗？你实际上来讲，他们刚开始也不算是真的红，但是他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情，你就叫他网红了。我觉得这东西是如果真的要以我们 inside 的业界里面来看啊，如果网红其实最低要10,000啊，你的 followers 最低最少要我们的免疫已经超过这没有，个数字。因为你要10,000，你才有办法接到一些业界的合作 for KOL。但是因为现在又在流行另外一个叫做 KOC，就是 Key of Consumer。所以 Key of Consumer 呢，就是普通人其实也可以成为是意见领袖。其实小红书里面就是 KOC 的时代。小红书人人都是博主，人人都可以分享自己想要分享的事情，或者分享你的专业，包括你的育儿啊、你的化妆啊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擅长的东西去标签嘛。所以 KOC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由来啦。我其实就觉得说，你是一个很不一般的网红，因为你都在老啊，就是如果跟那些早期的网红，像小爱和小爱这些，他们已经真的很早必涌这些是很早的网红。从幕后，从传统媒体的幕后转到现在目前可以跟这些 Gen Z 的这些喜欢的东西插得上边，你到底中间经历了些什么？很难，我应该是说，现在其实我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为也上了一个，我也不是 Gen Z 的年代嘛，我就是80后，所以80后你理解你的生活历练的东西，跟 Gen Z 能理解的东西其实不太一样，就是以前我不理解啊，哎呦，那个人想方法有点过时，我有点不理解。现在我有点理解，我可能就是个过时的人，就是可能像最近 Gen Z 跟 Dead Alpha 流行的那个一个木头人，通傻户，然后有个鲨鱼在穿鞋子，我真的不明白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红。还有一个旋转猫，你知道吗？啊，对，这个东西你不知道为什么他红的，他没有原因的，那可能就是一般父母可能就哎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所以这就回到说，就是因为我不懂，所以我今天觉得说我请一个比我懂的人，然后可以让我知道说，如果我孩子爱上这些东西，他未来想要往这个方面去发展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去引导？这有一点点难，是因为网络的东西一直在变，它一直在变。比如一开始艺人啦，然后就到 KOL 啦，就到 KOC，我不知道未来会变成怎样。所以你就变得很好啊！我就觉得说你顺应这个，因为在观察趋势，这是趋势来的。我觉得最直接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保持一种心态，就是今天世界或者是网络变成怎么样了，我就去观察，并且可能我不认同，但我理解它，尊重它啊，我不去抗拒。哇，这个东西年轻人的东西什么来的，我不懂，我不要看了。我还是会去看一下，哦，不理解啊，不行了啊，我懂是什么，放在一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小朋友也是这样，你可能不理解小朋友为什么喜欢这东西，但是你可以陪他一起去理解，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对，你要很开放，你可能要跟你小朋友就是同年龄，比如说就不要直接把那个门。对，他这个是不要的，看了我教坏人的。传统父母可能说教坏人的，别学坏了，但其实他可能也不是学坏，他可能是一个纯娱乐啊，本来是纯娱乐嘛，就陪他一起看一看学一学，只要不是粗话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 message 在里面，我觉得就可以了。因为最重要，父母一定要先开放啊，开放自己，保持开放。那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样的特质是让你在这一个转换过程当中那么的成功？我觉得，因为我是从我大学念淡江大学大众传播系毕业，我本来就本科生。然后呢，我先做网络媒体，但是在10几年前，网络媒体根本做不起来，所以又跑到去 NTV7、ATV 工作，然后又跑到电视台，都是传统电视台的。然后因为遇到 MCO 不能出去拍戏工作的时候，你必须仰赖网络的时候，我就自己再找出一条路，从网络上自己做内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哦，为什么那个人突然红？
其实他可能有很多自己铺排，我自己是慢慢一步一脚印学起来，所以我有本科的知识，我会剪接，我会拍摄，我都做内容的掌握力有在。我对我自己也有一定的表演能力，所以这个就是我可以做到内容创作者的原因。所以你看，机会永远是留给已经做好准备的人。如果时机来了，你没有这些 skills，可能你也不会走到今天。可是这个现在摆在现在又不太一样了，就是 TikTok 它也是有很出名的 TikTok 歌，但是他们就真的跳舞跳得很好看啊，他们就真的不是就是学跳而已，他们可能就是专业舞者，或者是他们跳舞特别好看。在菲律宾有三兄妹，我不知道你懂不懂，那个三兄妹呢，就是 TikTok 非常的红，他们跳舞很好看。所以这个又回到去说，现在的社媒上，如果你要发光发热的话，你自己也必定要走向专业化，是这样子吗？对，因为你不可能永远跳那个 TikTok 舞，然后跳到你10年后你还在跳那个 TikTok 舞吧。就是我觉得观众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吸收东西很多，你没有新的东西给我看了，哦，有新人了，我就找新人看了。对，所以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看？因为我觉得娱乐其实它是金字塔里面最低的，就是先满足娱乐嘛。可是有一天你长大了，娱乐不能满足你，你就会往上移，所以你就开始会想要看知识性的东西。所以当你看了知识性东西，你在网上，我觉得当你如果要把它当成是像我真的是正当职业来做的话，你必须要一直去往上开发。就算是娱乐，你要把娱乐做的极致。在你自己的工作上，你觉得最好的代表作是什么？我把东西做的极致，你觉得？我觉得就那个得喊吧，他那就是把我以前工作的经验啊、科班的经验啊，就是全部把它放在里面。因为其实讲到这个得喊也是很好笑的，他怎么出来？就是 MCO 很郁闷，然后那天案例破了2万，就觉得好无聊，已经睡了很久了，不知道到底还可以什么时候开放。我想说太辛苦了，我就要做点东西，因为我应该是睡了大半年嘛，没有做事情了，就想睡刮手机。我那天就突然自己架起了摄影机。然后就自己坐在那边写稿、拍摄、录了，我连客家话都不会讲那时候，然后就自己剪接。然后这个东西不是突然就会了，它是因为我之前有我的工作经验，然后还有我一些尝试跟一些我对社会趋势的看法等等之类的。那你家人对你在这个职业跑道上的转换呢，他们是不是很支持？你觉得他们的态度有没有让你今天走得更远？因为我觉得很多父母可能最担心的事情，你要做 YouTube 啊，你要做网红啊，你有钱吃饭嘛？有钱吃饭嘛？找到吃嘛？稳定嘛？因为这种因为我会觉得说那些赚很多钱的，只是在金字塔上面的最顶层的那些，然后很多其实死在下面的你不知道。对，就是应该是我这边有做笔记，有特别有讲就是应该讲那个是我的父母嘛。其实我父母没有太大意见，就是他从小到大对我的教育就是，你今天想要探索什么，你就自己去探索，但是不能做2件事情，就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啦，就是人身攻击啊，或者是身体暴力等等之类的，就这样。所以他就是有点放牛吃草，所以我这个牛就到处去吃。可能也因为这样子的家庭教育的养成，变成我想试什么东西，我都会先去 try。然后还有我会有一个我自己的底线，其实我自己是有个底线的，我不是无底线的人。的底线，做内容的底线，做人的底线，就大家都知道，现在在网络上你要一炮而红，很简单，你只要做出格的事情。比如说，我举个很极端例子啊，你全裸在街上跑，被人家拍上去了，你是不是会红？但这个红可不可以帮你变现？对，它可能就是一下子的红。所以这个底线是为了流量，有些事情我是不会去做的，即使是我知道它可以马上让我翻倍爆红，还是可以让我瞬间赚了很多 followers。可是这些 followers 他不是真的喜欢你的东西来啊，他就是想看八卦。所以有一天你不在全裸跑的时候，他没东西看了，他看什么？但是我们也知道说，网络其实可以把你的优点放大，让别人去喜欢，让更多人喜欢去追随你。它也可以放大你的短处，所以其实有面对更大的这个舆论的压力啊，然后还有这些公众的对你的审视，这个过程你觉得你的心理素质上的建立是不是越变越强大？其实如果给我是父母，我孩子想要当 YouTuber，我最怕的并不是找不到吃，或者是不稳定的事情，因为我可以说，如果你在一个行业站稳脚步了，甚至是 KOC 的话，你是可以赚到不错的收入的哦。我举个例子，直接告诉你，这些行内的例子是这样，因为我们有分 Macro 跟所谓的 Celebrity Influencer，所以它的是直接用你的数目字来看哦。所以当你是10千到50千这个 range 的，它会有，比如说你 po 一张照片，可能就是500到800块啦，它顶价可能就到1000。
然后如果你是50到200千，可能就是1000到5000块，明码标价哦，这是明码标价。可能你去 agency 跟你谈，讲说哦，你 follower 只有10千，所以我只可以给到你500块 budget，或者只可以给到你200块 budget。他们就是用 follower 去定，但你要怎么样突围而出，就是你有自己的特色，或者是你在这个领域里面美妆，你就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就算你的 follow 比较少，你可以用这个去做一个谈判的价码啦。所以我觉得回到去还是像你讲的，当你把这事情越做越专业的时候，做到是个人 IP 或个人所谓意见领袖啊，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你是最 top 的那个，你的价钱一定很多。所以我应该跟父母讲，不要担心他们赚不到钱，前期一定很辛苦，但是如果当他立足了之后，他是可以赚到钱的。要举个例子，我的朋友本来是做记者的嘛，他去做小红书博主，你知道记者薪水很低哦，很低的嘞。他去做小红书博主，他的薪水比记者正当职业啊，所谓正当职业的薪水还高。他只是非常的 free and easy 做，他一个月收入打底5000块，对我来讲蛮优渥的诶。就是他可以控制自己的工作时间，他可以去接自己案子等等了，他就可以得到可能比他以前当记者更高的薪水。所以钱不是问题，但我觉得最后的问题是心理问题。就刚才我讲的，要面对公众审视的那个，其实这个还好诶，其实这个网络霸凌，这个当你做到一定的 level，可能会越多 followers，一定会有些酸民啦。其实我觉得回到去的本质是心理健康，因为其实在做目前或者是做这些网络，它都是不断在输出，就你一直要 show 你的生活，可能你本来是这样的人，但你 on 镜头你一定会稍微有夸张化，所以久了之后你就会 burn out，你就会 burn out，你开始不知道做来意义是干嘛。就是有试过这样的阶段，有，然后第二克服。我觉得就是要找回生活的节奏，就是你要好好懂得生活这件事情，因为你要工作有工作的时候，休息要有休息的时候，也要必须要有关机的时间。对对对，因为你很难。然后第二，所以大家一开始就会陷入就是所谓的数字迷失啦。今天哦，你做了一个影片，OK，你很用心做，你的孩子很用心跳，哇塞了布景的灯光等等之类，那个 view 可能100，有点你孩子随便递个岛放上去，然后他就1个 million view，你会有一种慢慢你会养成，哎呀，我用心做的东西就只值得一百个 view 吗？我随便跌倒就1 million了哎，你就会觉得用心这件事情是不是在网络上好像不是那么的重要啊？久了你会心态扭曲哦，你会觉得乱乱做就可以了。对，所以大家，如果你觉得你不要让我心态扭曲的话，现在马上看了过后就快点按 subscribe 转达，让更多人看到这样好的节目，这样我的心里才会对，然后你会不会很 sad？就好像你今天很用心做这个节目，然后明明就是一个非常有知识输出等等观点输出的，然后很用心简介，没有人看，然后有个人随便这样乱乱骂一下就很多，你会开始怀疑我到底有没有在 on the right track 这样子。有没有粉丝inbox 过你？米奇，我很喜欢你，我想像你呀。有啊有啊，你会怎么样跟他说？我会讲说可以啊，但是就是不要全职啦。对我来讲，可以分两种。你的孩子可能要做 YouTuber，哦，他可能只是觉得现在是一个趋势，就好像小时候我要当医生跟律师这样啦。但是如果真的他想要做网络媒体的话，这个东西其实门槛非常的低，加上现在有 AI 的辅助，你要相机随手可得，我们手机都可以拍，然后剪接软体很容易，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东西。我会建议让孩子，或者是包括自己啦，你还是有一个专业在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是有很多的财经博主、烹饪博主、美妆博主、房地产博主，必须要有一个长处是别人没有的。对，因为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人人都可以是摄影师，人人都可以是剪接师，所以都是要突出你自己，别人没有的东西，你自己有的。对，如果是父母，他觉得他就有一个孩子想要当这个，然后你会对这个父母说些什么话？带他去啦。我觉得他想做什么，你就让他去试试看啦。因为其实，我相信父母最担心就是，哎呦，他会不会去跳那种擦边舞啊？会不会去做看到一些所谓的黑红啊，一些劣迹网红做的事情学他们做？我觉得一定会的，你会担心这个，所以你要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好好的跟你的孩子灌输，其实要当 YouTuber，当任何东西，你都要具备一点点所谓的专业技能，你要会简介啊。
你要会拍啊，你要上镜，你要会化妆啊，你要会写稿啊。我是应该是怎么讲？我觉得可以让父母知道说，其实这个行业并不是大家想象的，放个电话那边跳跳跳就可以了。在今天的这一集结束之前，我也很想给大家知道说，美琪你一天下来劳动 tip 是怎样？除了刚才你讲的那些skills 之外，你觉得你还需要些什么 skills？我应该是讲说，可以先让我先，因为我跟别的现在的一些可能 KOC、KOL 不太一样，是我有专业科班出身，然后我也是一个传统艺人出身，so 我的东西比较严谨一点。但是如果我现在比较多还是在做 content creator 啦，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今天有什么东西很红，是我 on trend 的，我可以做的。然后第二就是当我在接业配的时候，我就会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要想写稿，所以一般上我的内容我就要自己想怎么写那个稿，我要自己拍，我要自己剪，然后你要自己去策划你的主题。所以其实啊，你把你自己想的是艺人电视台乐队啊。真的是八爪鱼八只手。对，你看从五得喊啊，我用五得喊来形容啊。那时候 MCO，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滑手机看一下今天的新闻有什么。第二，我就快去写稿。第三呢，我就要赶快化妆做发型。第四呢，我就要赶快背稿，然后就录我的稿。然后第五呢，录完我要马上做剪接。六，我就要马上再校对再上传。所以一天是要做这么多工作的。但如果你今天是要做 lifestyle 的一些内容创作者的话，其实也不简单，因为你每次出门你就是要在做 content。是，已经不是轻轻松松拎个包出门，而是想很多，然后之前的那个策划也是要花很大的。因为我这边上次我写一句话，其实这个我觉得可以跟父母分享，就是可能可以让孩子知道，其实做 influencer 或者是做 YouTuber 做网红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长跑来的，它不是短跑。短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做了一件事情，让你在网络上爆红，就每个人都有爆红的机会。就是你今天你短跑成功了，你得到了第一个奖杯，但当你得到这个第一个奖杯之后，才是最大的挑战。你怎样去延续那个长跑？你要一直在跑，一直在跑，而且速度要一样，要 consistent。然后到了每一个站点的时候，你又要再突破，这是很难的。比如说我的长跑，本来每次可能只能跑400米的，我过后要跑800，我要跑1000，要跑1500，跑10000，变成马拉松，跑成半马，因为这是最难的事情啦。那你现在自己是在怎么样跑这个马拉松？因为我觉得不一样，是因为我做的东西是它变成是我的全职，所以我不能要做就做，不做就不做，我靠它吃饭啊，它不是我的兴趣而已，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我就必须要，你不想跑。你跪着，你要把它跑，你要把它跑完。那如果小朋友他们是好奇想要做，那就让他们去探索、去体验，因为有时候真的只是跟风而已。但我觉得是先让孩子养成三大啦。第一，让他们知道其实做一个内容创作者要做的事情有什么。他想拍就让他自己拍啦，他要剪给他自己剪，他想做给他自己做。第二是让他们知道底线的重要性，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做的，虽然会很红。我觉得这2天要做到。第三就是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这3点大家都记好了哈，真的谢谢 Miki 姐姐跟我们分享那么多很真实、很接地气，也相信如果你身边有小孩子，听了我们这一集的节目的话，可能他也要三思，觉得说，诶，是不是要当这个 YouTuber 啊、网红啊、Instagramer 等等的，因为真的很不简单，得看看 Miki 就知道了。所以呢，立懂什么梦想出界，年轻人的梦想你到底懂多少？今天是第1期，还会有第2期，还会有第3期，所以请大家继续支持这个节目。那下一期呢，我们要走出摄影棚，带大家亲自去一间打造网红、打造内容创作者的大本营，还有去访问一下当中的幕后推手，一起去继续探索年轻人的梦想，怎么样玩出专业，怎么样玩出格局。立懂什么？搞不懂就问人。下期见。